北辰，医生说你今天会醒。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老婆，北辰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哟，真醒了，那正好，江城数1数2的王家，王雅小姐看上你了，赶紧把这离婚协议签了，然后入赘王家。北辰哥，我暗恋你好久了，以后会对你好的，只要你答应入赘王家和陆家的合同，少不了的。妈，北辰刚醒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这3年来，你和陈光一次都没来照顾过，你现在一来就逼他离婚啊？少跟我说这些，陆家养他这么多年，他现在该回报了。还有你，但凡你懂事一点，一起陪嫁到王家当女佣，伺候王小姐。哥，赶紧签字，别耽误时间。我不签，我不会和苏面离婚。你给我下来！你干什么？陆晨光，你住手！陆晨光，让你签字你就签字，废什么话？你放开他！够了，你们真以为你们陆家说了算？你一个伺候人的，你说了算啊？我伺候人，王桂芳，我叫你一声妈是看在北辰的面子上。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，这婚北辰不会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我们陆家请过来照顾我哥的保姆，还真把自己当陆家少奶奶了。那我正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江城第1集团总裁，苏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你要是第1集团总裁，那我还首富呢。我阿姨，他该不会是看短剧，把脑子看坏了吧？我看就是。就你这穷酸样还总裁，真是笑掉大牙。北辰，没事吧？快回乡下去吧。真不嫌丢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事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以后要是再有人动我的丈夫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就你这地摊货，还总裁？总裁能来照顾人啊？哎，嫂子，你是不是照顾我哥，给脑子照顾傻了呀？行了，北辰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媳妇儿她就会吹你。哎呀，妈也是为你好，你入赘到王家，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北辰哥，这里是100万，只要你答应离婚，这钱就是你的。100万都谈不上啊。那这个呢？这可是7星莲彩玉，整整10颗呢，每颗都价值500万。只要你答应入赘，这个就是你的。假的。哟呵，你一个保姆，你还懂什么是真货？真正的10颗在我家呢。你这个一看就是人工染色的赝品。真正的7星莲彩玉讲究的是翠中带彩，彩中藏绿，绿色是沉下去的，不是飘在上面的浮色。王小姐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笑话，我们王家可是名门，难道我还能拿假货不成？是吗？7星莲彩玉每一颗天然玉石里都有一道天然的纹路，像北斗7星一样若隐若现，这是真品胎记。你这颗胎记在哪儿？雅姐，你这好像真的没有印记。闭嘴！居然敢说我拿假货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宝玉，我的宝玉呀！王桂芳，你还不赶紧过来扶我？你捡什么破石头啊？500万1颗呢！滚开！都怪你们！苏年，你现在马上和我道歉，不然等我们王家人来了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王小姐，没必要让人来啊，
咱有话好好说嘛。放开！哎呀，北辰呐，你得入赘王家，要不然这王家的王小姐她不愿意呀。你要是不入赘，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起来！北辰当植物人这3年，你这个亲妈在哪儿？我那不是忙着呢吗？忙什么呀？忙着给王雅当媒人，还是忙着花北辰公司赚的钱啊？行了，少废话。礼金加到1000万，北辰哥够诚意了吗？1000万，哥你快签啊！这钱可够咱家花几辈子了。我不签。陆北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知道爸临终前怎么说的？爸说什么？爸说咱们陆家一定要和王家联姻，这是爸的遗愿，你必须要完成，不然就是不孝。对呀，你不知道啊，你爸他就是因为你成植物人了，他到处寻医问药，他活活累死了呀。现在你得完成你爸的遗愿，带领咱们陆家成为名门望族。你要是不签字，你爸在地下他都闭不上眼呐。陆家早就是名门，因为我本就是名门。哎呦，你又来了，还名门？你连嫁妆都拿不出来，还空口白话说自己是苏家总裁，谁信呢？10分钟内把我的嫁妆带过来。就你这破手机还打电话，屏幕都碎成蜘蛛网了。对呀，该不会过一会儿让你娘家送2坛酸菜当嫁妆吧？老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咱们没有必要冒充总裁，行吗？北辰，我没有冒充，我就是总裁啊！苏眠，你赶紧放开我，北辰哥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碰我北辰哥？我老公，我凭什么要放？你们还不赶紧过来扶我！苏眠，你居然敢欺负我！我现在就给我爷爷打电话，让你以后在江城混不下去。爷爷是我，有个叫苏年的欺负我，你帮我马上封杀他。对，就是叫苏年。什么？苏氏集团总裁？这不可能，就是同名同姓而已。行了行了，我先挂了。没想到啊，苏眠，你还跟苏氏集团总裁同名同姓，你也配？怪不得敢冒充总裁呢，原来是同名啊！10分钟早过了，既然你的腌酸菜嫁妆还没到，那咱们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今天你不离也得离！趴下！给我签！你给我趴好在这签，快签！快签！不签！放开他！你们拿起来签！北辰哥，你就看着吧，他是怎么签字的。快点给我签！快签！住手！江城第一集团苏家携100亿嫁妆到。苏家？您就是接收嫁妆的人吧？奉总裁之命，我把东西送过来了。哦，好，你放那就行了，辛苦了。是，这份嫁妆是苏家总裁准备的，请您过目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王小姐啊，这个嫁妆真是送给你的？当然，肯定是苏家。听说我和北辰要结婚，看在我们王家的面子上，特地送来的。毕竟我们王家在江城也是数1数2的。这嫁妆是送给我的。您是江城第一集团总裁
苏眠。哎呦喂，还演呢？人家都把嫁妆送到王小姐这儿了，你还在那儿装呢？就是，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，总裁会给你送嫁妆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敢说自己是苏总？领导啊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刚才想骗这份嫁妆呢，然后呢还骂苏家，说什么苏家是什么东西，苏家根本就不配给她送这份嫁妆。敢骂苏总？哦，对，我们亲耳听见的。他说苏家都是狗仗人势的东西，送的东西他根本就看不上眼。敢骂苏总，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慢着，这个嫁妆盒有密码锁，只有苏家的人知道密码。既然你认定他是接收嫁妆的人，那就让他打开吧。没错，这份嫁妆盒子的密码，除了总裁本人，一定会告诉收礼的人，这是规矩。既然你说这是送给你的，那密码你一定知道。开就开，王小姐给他们开开眼。没错，雅姐可是苏家亲自送嫁妆的人，怎么可能打不开？那就请吧。啊，我刚才手滑了。领导，王小姐可能就是紧张，手滑了。没错，这个箱子一看就高级，多试几次准能打开。这个密码我一时忘记了，我现在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。喂妈，苏家给的嫁妆盒子密码是什么呀？这到底怎么办呀？谁能告诉我密码啊？对了，密码肯定是我的生日。这不可能啊！等等，你不是接收嫁妆的人吧？我只是一时忘记密码了，这很正常吧？人总有记错的时候。哎，对，记不住密码算什么？王小姐再想一想，肯定能想起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听说那个苏总已经隐居3年不见世人了，怎么会突然送来嫁妆？隐居3年，同名同姓，你照顾了我哥3年，这……哎呦，你在瞎琢磨什么呢你？就他，给苏总提鞋都不配。王小姐，她不就是忘了密码，多试试，她就想起来了。对，我再想想，肯定能想起来。王雅是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盒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如果你敢欺骗苏家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苏家在江城的地位，你应该清楚。这当然是送给我的，是苏家送给我和北辰的结婚礼物。我们王家和苏家有合作，苏家送份嫁妆过来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是吗？那从今天开始，苏家不会再跟王家有任何合作。你眼上瘾了是吧？就算我打不开这盒子，你也不可能是总裁。就你这身地摊货和你那破手机，你哪样像总裁啊？就是一个伺候人的保姆，你还装上瘾了你？领导，你别理他，他脑子有问题。嫂子，你就别硬撑了，一会儿真给领导惹毛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要我说，你就给雅姐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啊。你干什么？想要验证很简单，我能打开。开呀！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打开。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嫂子，你就别丢人了。打开了。您是？这运气，他就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赶紧把他抓起来，他刚刚肯定是在哪偷看到了密码。没错，他就是一个穷酸的臭保姆，怎么可能知道密码？李管家，是我。您说。
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老李管家说了，这份陪嫁是苏总裁吩咐给陆家少爷。给我的是给我的，我就知道总裁看上的是我，我陆晨光仪表堂堂，总裁怎么能不心动？哈哈哈，我就说嘛，我儿子仪表堂堂，长得这么好，从小就有出息，比那个植物人强多了。晨光，你竟然被苏总看上了，这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。你以后要在苏家面前替我们多美言几句啊。王家和苏家的合作就靠你了。雅姐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照顾，苏总那边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，什么合作不合作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对呀，我儿子现在可是总裁的人了。王雅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们，亏待不了你。等晨光娶了总裁，到时候我们陆家可就是第一家族了。这嫁妆是送给陆北辰的。都这个点了，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得赶紧去看看。这陆北辰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一个植物人，躺了3年，刚醒过来，站都站不稳，嫁妆凭什么给他？凭他是我老公。你算个老几啊？啊，还真把自己当总裁了。苏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如果这个盒子里面的嫁妆是给陆北辰的，我陆晨光今天爬着出这个门；如果不是，你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再叫我一声爷爷，敢不敢？苏眠，你别北辰，别冲动，我陆家又不是什么名门，我后来又成了植物人，躺了3年，苏总怎么可能看上我？你别跟他们赌，别冲动啊！相信我。好，我跟你赌。好，大家都听见了啊，是他自己答应的，我可没逼他。晨光，快打开看看，让他死心。快去，我要看他跪下来叫爷爷。赠陆北辰先生。晨光，写的什么呀？你再仔细看看，肯定写错了。这写的赠陆北辰先生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肯定是搞错了。陆晨光，赌约该兑现了。是你，肯定是你偷换了李的。刚才盒子在你手上，指定是你动了手脚。对，一定是他。这个女人诡精得很，趁我们不注意把这个李丹换了。我就说她怎么那么大胆子敢打赌，原来是早就挖好坑，等着我们跳呢。我说呢，一个穷女人哪来的底气？原来啊，是靠下三滥的手段。刚才这盒子在我手里，不过也就几分钟，我怎么做手脚？你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。陆晨光，倒是你输了就想赖账啊？赖什么账？明明就是你一个破盒子，谁知道你刚才在按密码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手脚？领导您瞧瞧，这个女人把礼盒弄坏了，还在这里冒充总裁骗人，你把她带回到苏家，总裁看到肯定会高兴的，说不定呢，到时候还会加上你，让你能在江城横着走。对，领导你立功的时候到了，把这个冒牌货抓回去。苏总一高兴，你这一辈子都不愁了。跟我走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搞什么鬼。今天这事儿还没完啊！你不许动他！北辰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快让开！我说了，你不许动他！你一个植物人，竟然还敢拦我！住手！你个混账东西，敢对苏总动手，你活腻了！李管家，你说什么？苏总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苏总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老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北辰，我说过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是第一集团总裁。演得还挺真啊，找几个演员就来糊弄人了。
你还有你，哪个剧组的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王家大小姐，江城王家。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让我爷爷把你们都抓住，送你们全部都去吃牢饭。没错，苏年只不过是一个乡下野丫头，什么德行我清楚得很。她要是总裁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还能不知道她？3年前嫁到我家的时候，她连个陪嫁的都没有。就是一个穷女人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哥也是真傻，还真信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必要留情面了。通知下去，全面封杀王氏企业，给王氏2个选择：要么破产，要么选择被第一集团收购。给他5分钟的时间，5分钟之后没有第2选择。是苏总。哎呦喂，你这短剧看多了吧？还真以为是总裁呢，还封杀王家。你封杀一个给我看看，你以为你是那根葱啊？真是笑话！我们王家在江城混了多少年了，根深蒂固，黑白2道都有人。岂是你一个保姆说封杀就能封杀的？做梦了！嫂子，你是不是照顾我哥，照顾出精神病来了啊？要不要给你找个医生了？我刚好认识一个精神病院的，打折。哈哈哈。哈哈哈哈。喂，爷爷，怎么了？公司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在外面惹了什么大人物？第一集团刚刚出手把王家搞破产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搞错了。你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，一定是你找人黑了我家系统。你一个保姆，怎么可能是总裁？这个你们见过吗？王小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苏家黑金卡，见卡如见家主，只此一张。还要继续演吗？哎，王小姐，你等等我！还不快去备车！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这个玉佩刚才掉地上了，你拿回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磕碰。这个玉佩刚才掉地上了，你拿回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磕碰。还有，那个盒子你也带回去吧，下次我给北辰准备更好的。北辰，这些年我看够了你被他们欺负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带你脱离这个吸血的家庭，我要帮你，让你站在江城之巅，完成你的理想抱负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老婆，你居然把你家祖传的玉佩都给人家了，肯定是这3年你为我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今天想出口恶气，才请人演戏冒充苏总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沉默，谁敢动你，我跟他拼命。北辰，我们回我家吧，回我们的家。我想去祭拜一下我的父亲。我想去祭拜一下我的父亲。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还躺在病床上，我没有送他最后一程，所以我想去祭拜一下。可你的身子才刚好，你现在去会不会太勉强？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好。而且我对父亲的遗嘱也有些疑虑，等我祭拜完我就去找你，好吗？小姐，玉佩已经检查过了，并没有损坏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我回归宴的事情筹备的怎么样？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开始准备了，邀请函的事明天就可以发出。陆家的邀请函一定要单独送，一定要送到陆晨光的手上。小姐，您真的要邀请他们？陆家的邀请函一定要单独送，一定要送到陆晨光的手上。小姐，您真的要邀请他们？以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，不请他们，这场戏该怎么唱下去？那您的意思？我要让整个江城上流社会的人都看看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丈夫的，也要让陆北辰看清楚，他那些所谓的家人
究竟是什么样的嘴脸。明白，我会安排妥当的。另外，小姐，您都3年没露面了，有些人可能会怀疑我的身份。正好，我也想看看这3年里究竟还有谁忘记了苏总。我也想看看这3年里究竟还有谁忘记了苏总。邀请韩少，再加上王氏。王雅家，小姐，王家都被你封杀了，现在乱成一团，恐怕没有心思参加宴会。正因为乱，才要请。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得罪苏家的下场究竟是什么。还是小姐考虑周到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北辰回老家了，派人跟着他，他身体还没好，我不放心。还有，北辰父亲遗言的事情，去给我好好查查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小姐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去吧，去给我好好查查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小姐放心，我马上去办。去吧。北辰，这场宴会之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。他们王家有权有势，说破产就破产了，那我们陆家呢？妈，你看这个。你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苏氏回归宴，特邀陆家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他知道咱们之前那么对他，来秋后算账来了。妈，咱们跑吧，连夜跑。他知道咱们之前那么对他，来秋后算账来了。妈，咱们跑吧，连夜跑。行，走走走。你们看到没有？苏家送请柬过来了。看到了，完了，都完了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一张请柬而已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子了。雅姐，你难道不怕吗？如果那苏棉真的是总裁的话，咱们可就完蛋了。真是天真啊！苏棉根本就不可能是总裁。我那天去苏家别墅外面想找苏总，我亲眼看见苏棉从李管家的车上下来，2个人很是亲密，他们2个根本就是有一腿。我把照片给我爷爷看了。苏棉从李管家的车上下来，2个人很是亲密，他们2个根本就是有一腿。我把照片给我爷爷看了，我爷爷说这根本就不是苏总。我就说嘛，那个李管家怎么会来帮他？原来他俩是有一腿。如果那苏棉真的是假的总裁，咱们之前得罪他那么狠，他怎么可能会邀请咱们去宴会呢？有道理呀。再说了，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说苏总看上了一个陆家少爷，要结婚了。真的吗？是谁？陆家的哪个少爷？你说呢？江城有几户陆家能被苏总看上？不就只有你们家吗？是我，肯定是我。我就说嘛，总裁的嫁妆肯定是给我的。是我，肯定是我。我就说嘛，总裁的嫁妆肯定是给我的。至于那个苏棉为什么会知道密码，肯定是那李管家告诉他的。对对对，看我儿子仪表堂堂，说不定苏总对你一见钟情，嘿嘿。就是嘛，你们怕什么呀？等到了回归宴上，我要告诉苏总有人冒充他，到时候苏棉和他那个老情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妈，你说我马上就要成为总裁的老公了，到时候我穿什么？再怎么说也得配得上我的身份，你说是不？我儿子要当总裁的老公啦，西装最贵的那种。我儿子要当总裁的老公啦，西装最贵的那种。是陆北辰先生吗？请问请柬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请陆北辰先生准时出席宴会。我知道了。
苏家那边打电话说这个请柬是给陆北辰的，凭什么要请他？他一个刚醒来的植物人，也配去那种场合？这还不好办吗？请柬上只说邀请陆家，又没说是谁。陆晨光也是陆家人，让晨光去不就好了吗？对，就这么办。这请柬的事啊，可不能让陆北辰知道。可是，让晨光去不就好了吗？对，就这么办。这请柬的事啊，可不能让陆北辰知道。可是苏家打电话说邀请的是陆北辰，万一等到时候到现场发现他不在的话，哎呀，这点事儿还不好办吗？反正咱们到那儿了，谁知道呢？他请柬上是说的邀请陆家人，那咱们也是陆家人啊，对吧？他还能不让咱进？就是。再说了，苏总探上的是你陆晨光，他陆北辰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，走。现在就去，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们王家不是被封杀了？我们王家也在邀请之列，我爷爷说了，让我到宴会上找苏总道歉。我们王家也在邀请之列，我爷爷说了，让我到宴会上找苏总道歉。我们王家突然被封杀，肯定是有误会的。再说，要是苏总真的看上晨光，那咱们就是亲家，少不了我帮着张罗。对，雅姐说的都对，那咱们现在就去准备。站住！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我们可是有请柬的，我儿子陆晨光是苏总亲自邀请的陆家少爷。苏总亲自邀请陆家少爷。苏总亲自邀请陆家，怎么会？那天难道你没听说吗？苏总看上陆家少爷了，而且这请柬就是苏总亲自放到我儿手上的，这还能有假的不成？我哥那个植物人来这种场合不是丢人吗？你看看我这气质，这长相，往这一站，哪个不比那个病秧子强？苏总看上陆家少爷的事，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。你想想啊，这陆家总共就2个儿子，一个昏迷了3年刚醒，另一个身体健康，一表人才的。这苏总看上的是谁？这不摆在明面上的事吗？一个昏迷了3年刚醒，另一个身体健康，一表人才的。这苏总看上的是谁？这不摆在明面上的事吗？就是，那天那个嫁妆盒子肯定是弄错了，我儿陆晨光那才是真命天子。您这么说也有道理。那天嫁妆的事，我也一直觉得奇怪，苏总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植物人？既然这请柬亲自送到你们手上，那就肯定错不了。兄弟，你是一个明白人，等以后我当了苏家的姑爷，指定忘不了你。哎呀，陆少爷，拜托您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贵宾区请。看吧，我说了，人家认的是你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。看吧，我说了，人家认的是你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。陆少爷，您先坐着，苏总一会儿出来。您喝点什么？我要不要给您拿点点心？不用，等以后你跟了我，亏不了你。是，谢谢陆少爷。您先歇着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我有重要的事找苏总，麻烦放我进去。陆北辰，你来干什么？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去。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找苏总，麻烦您让一下。一个植物人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？苏总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关于我老婆冒充苏总的事，我得跟苏总解释清楚，不能让苏总再追究他。看来陆晨光说的没错，苏总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关于我老婆冒充苏总的事，我得跟苏总解释清楚，不能让苏总再追究他。看来陆晨光说的没错，苏总肯定是想换老公了，居然连真实身份都不告诉陆北辰，解释什么苏总没空见你。
没有邀请函你就赶紧滚出去！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我只认邀请函。王助理，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，麻烦您通融一下，行吗？重要的事？你一个刚醒来的植物人，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？赶紧走，别在这碍眼。李管家，好，我马上来。我告诉你，识相点就赶紧滚出去，等我回来。你还没走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王助理，哟，这不是我哥吗？等我回来，你还没走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王助理，哟，这不是我哥吗？怎么在这儿站着呢？进去坐坐。进去？他凭什么进去？你看他穿的那一身，跟个臭要饭的似的。北辰哥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只要你答应娶我，我就带你进去。我们王家可是也收到了苏总的邀请函呢。虽然吧，苏总看上的人是晨光，但是只要你跟着我，肯定也是能吃香的喝辣的。王小姐，我记得我明确拒绝你很多次了。再说我有妻子。北辰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苏年冒充苏总，马上就要完蛋了。待会苏总出来知道有人冒充他，看他以后怎么在江城活下去。哥，不是我说你，苏总看上的是我，你那老婆竟然还敢冒充苏总。看他以后怎么在江城活下去。哥，不是我说你，苏总看上的是我，你那老婆竟然还敢冒充苏总，你说这不是找死吗？要我说，一会儿进去给苏总磕个头道个歉，说不定苏总心一软还能放过你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你爸死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让陆家光宗耀祖。现在苏总好不容易看上晨光了，陆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你倒好，你娶了个冒牌货不说，还想破坏晨光的好事，你对得起你爸吗？妈，别这么说我哥，他再怎么说没用，好歹也是我哥呀，你说对吧？来，哥，喝杯香槟沾沾喜气。哥，对不住，你看我这手滑了，我这太高兴了，手都抖了。对不住，你看我这手滑了，我这太高兴了，手都抖了。晨光，你说说你，把你哥衣服都弄湿了，不过这西装湿就湿了，一看就不值钱。北辰哥，你就脱下来吧，反正穿着也是丢人。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生气了？别介意嘛，我还等着一会儿苏总出来了，给苏总介绍你，我就说这是我哥，在床上躺了3年的一个植物人，还娶了一个冒充苏总疯婆子。北辰，老婆，我看你在外面一直不进去，我就出来看看。北辰，老婆，我看你在外面一直不进去，我就出来看看。擦擦，走，跟我进去吧。苏眠，你疯了！这可是苏家的地盘，你敢在这撒野？你有邀请函吗？就敢带着陆北辰进去？撒野？我回我自己家，也叫撒野？自己家？呵呵，你还真是演戏演上瘾了呀！等待会儿真苏总出来，看你怎么办。今天可是苏总回归宴，全江城的名流都在这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糊弄人。王雅，我看你是忘了你们王家是怎么倒闭的吧？王雅，我看你是忘了你们王家是怎么倒闭的吧？你少得意！我爷爷说了，只要找到真的苏总，跟他解释清楚误会，我们王家就能翻身。到时候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我看苏总肯定不会允许一个冒牌货在他的地盘上撒野。行，那你就等着吧。苏眠，你少得意了，等真的苏总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我儿子晨光才是苏总看上的人。就是，等一会儿苏总出来，我就告诉他，有人在这冒充他，看他不把你轰出去。老婆，你带我来这干什么呀？我们不能进来。为什么不能？我来这找苏总。老婆，
你带我来这干什么呀？我们不能进来。为什么不能？我来这找苏总，你冒充苏总的事情，我得跟他解释清楚。万一他追究起来，你在江城就混不下去了。北辰，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，我就是苏总，苏氏第一集团总裁苏眠。老婆，你怎么可能是苏总？你照顾我3年，为我端屎端尿，还给我洗澡擦身，总裁怎么可能干这些？别闹了。这3年来，我把公司交给李管家，自己专心照顾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啊，是我最爱的人。我没有骗你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骗过你。老婆都把传家的玉佩给出去了，现在又怕我在这种场合丢面子，才硬着头皮冒充苏总。我不能戳穿他，不能让他难堪。老婆都把传家的玉佩给出去了，现在又怕我在这种场合丢面子，才硬着头皮冒充苏总。我不能戳穿他，不能让他难堪。老婆，我知道了，我配合你。苏总，王总来了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聊。王总？哪个王总？王雅的爷爷，老王总。他说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想找你当面解释。北辰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有人要是欺负你，你就找李管家。你去忙吧。对了，回归宴的事情可以准备开始了。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还有，我的身份，我要亲自公布。是。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还有，我的身份，我要亲自公布。是。各位来宾，今晚回归夜，我将宣布第一集团在未来3年价值1000亿的合作项目，请大家稍作等候，我马上将文件拿来展示。天哪，1000亿！儿子听见了没？我长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没有听过1000亿呢。妈，你真的听清楚了吗？真的是1000亿合同。对呀，儿子，这合同要是你的，妈这辈子都不愁了。晨光。对呀，儿子，这合同要是你的，妈这辈子都不愁了。晨光，你要是在苏总面前对我们说几句好话，让这1000亿合同我们王家也分一杯羹，那以后咱们2家就是铁打的关系了。雅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合同少不了你王家的份儿。哥，你还在这站着呢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1000亿的合同？你这辈子都见不着呢。还看什么看呀？他一个刚醒的植物人，苏总能看上他？北辰哥，你要不过来沾沾喜气？要是你从了我们王家选上这1000亿的合同，你还能跟着我吃香喝辣呢。哥，你说你也真是命苦，娶个老婆吧就是个冒牌货，自己吧，你还能跟着我吃香喝辣呢。哥，你说你也真是命苦，娶个老婆吧就是个冒牌货，自己吧还得来这种地方丢人现眼。要不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跟苏总结婚了，还能赏你一个看大门的差事。哥，你还在这干嘛？赶紧走吧，少在这丢人呢。对呀，你一个刚醒的植物人，你在这种场合，万一冲撞了贵人怎么办？我说过了，我是来找苏总的。北辰哥，你该不会以为苏总是你那冒牌货老婆吧？人呢？该不会被赶出去了吧？哥，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，爸如果还活着的话。哥，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，爸如果还活着的话，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很失望呀？可不是嘛，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想看到陆家光耀门楣。现在晨光被苏总看上了，我们陆家马上就要发达了。你看看你呢，给陆家带来了什么？哥，你说，爸如果地下有知的话，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儿子比他那个大儿子强太多了？妈，你一直说爸临终有遗言，说王家必须跟陆家联姻，这件事情有字据吗？我在老家已经把家里的遗物都翻遍了，我并没有找到
跟王家联姻有关的字据。你翻那些干什么？跟王家联姻有关的字据。你翻那些干什么？那是你爸亲口说的，你当时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怎么会听见？对，是爸亲口告诉我的。陆北辰，你这是在怀疑我跟妈撒谎吗？就是，北辰哥，你妈总不会害你吧？你这也太小心眼了。3年前我躺在医院里，爸临走的时候，您说爸把陆氏企业交给了晨光。可是这3年过去了，我躺在医院里，我没有任何怨言。可是我现在听说陆家已经被败光了，咱们老家的祖宅都卖了，咱们现在的房子也是租的，这就是晨光给陆家带来的。那是市场不好，那也不能怪晨光啊。就是，现在生意多难做，你在医院躺了3年，哪知道外面的行情了？王小姐倒是清楚，不过你们王家已经被封杀了，外面的行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晨光，你总说我不孝，可是爸把陆氏企业交给你，你是怎么守的呀？啊，短短3年，你把陆家败得一干二净，这个就是你要光宗耀祖吗？我那是投资失误，谁还没个失误的时候？失误？我已经查过了，你拿陆家的钱在外面养女人，在外面赌博，爸要是地下有知，你觉得他会对谁失望？陆北辰，你少在这给我装清高。现在苏总看上的是我，你算个老几？我是你哥。我哥？你也配？你植物人躺了3年刚起，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好，一会儿真的苏总来了，你看你那冒牌货老婆怎么死？就是啊，北辰哥，你现在要是求晨光，说不定他还能在苏总面前替你们说几句好话，饶你们一命呢。要不然你们2个都得完蛋。晨光说的对，你现在还不赶紧巴结你弟弟，等苏总一会儿出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陆家人有骨气，不靠女人上位，不会入赘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陆家人没有入赘的规矩。你找死！住手！苏家不是你们能撒野的。李管家是这个陆北辰在这闹事，刚才还在这招摇撞骗。没错，李管家把他赶出去。就是李管家，我亲眼看见他的老婆穿着礼服在这冒充苏总，刚才还挽着他的胳膊在这招摇过市呢。这种人可不能留在这。跳梁小丑，苏总的事等他来了自有决断，轮不到你们在这指手画脚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第一集团未来3年的合作方。经苏总慎重考虑，第一集团未来3年1000亿项目合作方是陆氏。晨光听见没？是陆氏，是咱陆家。我就知道苏总喜欢的是我。晨光，咱们的关系你可不能忘了我呀。雅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们王家的。哎呀，我儿子是1000亿富豪了，1000亿富豪。陆晨光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陆氏，但不是你。陆氏是陆北辰先生的陆氏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你搞错了。凭什么是他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陆北辰，一个植物人。李管家，你是不是念错名字了？陆先生，这是苏总给您的，请您收好。怎么可能是给我的？没有错的，嫁妆是给您的，合同也是给您的，这是苏总亲自吩咐的。苏总亲自吩咐的？难道苏总看上我了？不行，这合同我不能要。陆先生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有老婆，虽然她有些事情瞒着我，但是她毕竟是我的妻子，我不能背叛她。陆北辰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给你还不要？这可是1000亿合同。哥，你不能不要，你要了给我也行啊。北辰，妈以前做的有不对的地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合同呢就先拿了，咱回去慢慢商量。北辰哥，既然苏总看上你了，那即使我们有婚约，那我也不能强求是吧？只要你把这1000亿合同分一点给我们王家，咱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刚才还一个个嘲笑我植物人，现在一提合同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北辰啊，你就当是妈错了，你原谅妈好不好？陆北辰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苏总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真以为你的冒牌货老婆能比得上苏总？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
北辰，老婆，看清楚这家人的嘴脸了吗？你个冒牌货，你还敢来这里？你刚才说，只要把合同分你们王家一点，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我看没这个必要了。你们王家已经完了。你吓唬谁呢？你什么东西啊？也配说王家完了？就是，你这个冒牌货，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你真以为自己真是苏总吗？苏总还没出来呢，你在这演什么演？你们还是不信啊？信？我信你个大头鬼啊！我爷爷现在还在等着见苏总呢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你爷爷等着见苏总？对，我爷爷亲自来的，苏总还不得给他几分面子？到时候见了真苏总，让你这个假的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你跟你爷爷打个电话，问问他见着了没有？喂，爷爷，你见到苏总了吗？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爷爷说什么了？我说了，王家完了。装神弄鬼，就算王家完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算个老几？北辰，你信我吗？你是我老婆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信你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就算王家完了，那也是王家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你今天穿件破礼服在这说几句话，你就真成苏总了？不急，怎么了？被我说中了？这个管家跟你有一腿了，想趁真的苏总不在这配合你演戏，你信不信？我这就去举报，把你们全部抓起来。对，晨光说的对，你们两个都是骗子，等真的苏总来了，看你们怎么收场。你们现在是兔子急了，到处咬人。陆北辰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不听你爸的遗嘱跟我们王家联姻，让我们王家在外人面前丢尽了颜面，现在至于破产了都没人帮吗？说到遗言，我倒是查到了一些东西。我问你们，公公生前到底有没有留下遗嘱？为什么我翻遍所有地方都找不到跟王家联姻的字据？你查什么查呀？你一个外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外人？我是陆北辰的妻子，陆家的家事就是我的事。你算哪门子的妻子？你就是我们陆家请来的保姆，也配管我们陆家的事情？那我好好问问，公公到底有没有给你们立下跟王家联姻的字据？如果有，证据在哪？证人又是谁呢？妈，你不说这是爸的遗嘱吗？怎么现在有人问起来不说话了？妈，我回老家翻遍了我爸的遗物，衣柜、抽屉、箱子，包括床底下，我都翻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什么关于王家联姻的什么字面材料，还有，也没有什么把公司给晨光的字面文件。妈，你到底瞒着我什么？我没瞒你什么呀，你爸就是这么说的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当时你正在医院躺着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亲口说的。对，是爸亲口跟我说的。我当时在病房门口，爸把我叫进去，说让我跟王家联姻。你不信拉倒。就是，北辰哥，你妈总不可能害你吧？你却也太小心眼了。你爸临死前说的话还有假？既然这样，那这个呢？这是我派人找到的，这是公公生前在正大律所遗留的手写遗言文件，3年前就被律所保管了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。吾之产业全部由长子陆北辰继承。北辰为人稳重有担当，定能光大吴家，此乃吾之遗愿，绝无反悔。父陆建平。亲笔，这是我爸的字迹，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字迹。你看这笔锋，这个陆字，这就是我爸的签名。假的，肯定都是假的。你爸根本就没有留下这些东西，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旁边，他什么都没有写。对，假的。苏眠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遗嘱都敢伪造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是要坐牢的。好啊，你们还真是为了争夺家产不择手段啊。北辰哥，你是不是被他给骗了呀？这肯定是苏眠找人伪造的。假的？正大律所的印章在这里，保管凭证也在这里，公公的亲笔签名也在这里。你们如果觉得是假的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请个亲笔鉴定专家，当面来鉴定一下？
爸，我一直以为你把公司交给晨光，是因为我成了植物人，我没想到你没有放弃我。苏冕，你要不要脸呐？这是我们陆家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私自调查，你有什么资格查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陆北辰的妻子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放屁！拿着这堆假文件就想掺和我们陆家的家事？告诉你，这些全都是伪造的，全都是假的。说到家事，我这里还有第二封信。这是3年前公公托律所保管的第2份文件，我一直在犹豫，到底要不要拿出来。可现在看来，是时候让大家知道真相。亲子鉴定报告。被鉴定人陆晨光与陆建平无血缘关系，与王桂芳有血缘关系。鉴定中心：江城法医鉴定中心。不可能，你造假！苏冕，你连这东西你都敢伪造？这份报告是公公3年前托律所保管的，方律师亲口告诉我，当公公拿到这份报告后，一夜未眠，第2天就去律所立了遗嘱，把公司留给了北辰，托方律师保管这2份文件。你放屁你！建平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妈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到底是不是爸的儿子呀？晨光，你听妈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呀？妈，你告诉我呀！我们结婚那么多年，一直也没有2胎。建平他身体不好，我这才……所以你跟别人生了晨光？我不是爸的儿子。那这些年我又算什么？天哪，这也太炸裂了！都是你害的！你为什么要翻出来？翻出来？这3年里，你把陆氏败光，北辰醒来，你们就拿着所谓的遗言，逼北辰入赘，逼他签离婚协议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反倒怪起我来了。你闭嘴！够了，晨光，你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，但你是我的弟弟。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我不会赶你走出这个家，我也不会不认你。但是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不是这样的。现在争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王家完了，你们陆家也逃不了。还有你这个冒牌货，当真的苏总出现，看你怎么办？到时候价值1000亿的合同泡汤，你们陆家也难以翻身。是吗？那你觉得苏总到现在也没来，这是为什么？苏总肯定是有事情耽搁了，等他来了，我第一个就向他举报你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住口！不得对苏总无礼。什么？苏总？什么苏总？李管家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陪他演戏？等真正的苏总来了，我看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真正的苏总就在你的面前，苏年，苏总就是我们第1集团的总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苏总，肯定是因为你跟苏眠有一腿，你才这么说的，你才包庇他的。他照顾我儿子3年，他就是一个伺候人的保姆，他怎么可能是苏总？你们合伙骗人！对，你们一定是合伙骗人！骗人？你们也配被苏总骗？3年了，我终于不用瞒了。北辰，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老婆，你真的是苏总？那你怎么肯这么照顾我？因为你是我的丈夫。光凭一张嘴算什么证据？你说你是苏总，我还说我是苏总呢。对呀，证据呢？你说你是苏总，拿出证据来呀！没有证据，你就是冒牌货。就是，你们一个唱一个和，在这里演戏给我们看，真当我们是3岁小孩啊？要证据是吧？苏家祖传玉佩，见玉炉见家主，这是苏家历代传下来的信物，整个江城就这一块。苏家玉佩，真的是苏家玉佩。我听我爷爷说过，苏家苏总有一块祖传玉佩，从来不离手的。王雅，这是真的吗？苏总，
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饶了王家吧。苏总，我也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逼你离婚，我不该逼你们吵架。苏总，我真的错了，看在我儿子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嫂子，不对，苏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打人，不该让你跟我哥离婚。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请你原谅我们吧。嫂子，你就看在我哥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苏总，王家真的完了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北辰呐，妈求你了，你就跟苏总说句好话吧。妈养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哥，你就看在我是你弟弟的份上，你就帮我说说话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王家真的完了，你能给我留条活路吗？北辰，这是你的家人，你来决定吧。北辰呐，妈对不起你，妈不该逼你入赘，不该逼你们离婚，不该逼你做那些事，妈都错了。但妈是你亲妈呀，你就原谅妈吧。哥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3年前，我躺在医院的时候，你们把家里的钱挥霍一空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你们又拿爸来威胁我，逼着我离婚，逼着我入赘。可如今又当着大家的面骂我老婆是冒牌货，还要动手打她。但是她是我的底线，妈，您是我的亲妈，晨光，你是我弟弟。但是今天我不会原谅你们。北辰，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我来管。但是你们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老婆，你来处理吧。把他们带出去。是。北辰，你不能这么对妈呀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苏总饶命了，苏总。请。苏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陆先生无礼，我不该讨好陆晨光。苏总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收拾东西，赶紧走。苏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再多说一个字，我让你在江城找不到工作。今天晚上辛苦了，你也先下去吧。是，苏总。老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我一直以为你冒充苏总是为了我，为了脸面才去冒充，才去演戏。我知道你只是担心我。一个总裁啊，3年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而且1天没有离开过。因为那个人是你。北辰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认真的吗？什么话？你说你们陆家人有骨气，不物质。当然是真的。那你还住不住我家？那是住我老婆家，那叫夫妻同住。那有什么区别？你看啊，住我老婆家，叫夫妻同住，入赘是倒插门，要改姓，不一样。行，你说不一样就不一样。老婆，那个合同我真的可以要吗？当然可以要。可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靠老婆。那个合同是给你的，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，并不是因为你是谁的老公。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我不让你失望。那个合同只是一个起点。什么意思？北辰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嫁给你吗？3年前你什么都没有，但你有能力，有骨气，有担当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会成为江城新贵。那个合同只是一个起点，以后第一集团的所有资源都会向你倾斜。你可以完成你的理想抱负，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老婆，北辰，我等了你3年，不是为了让你谢我的，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苏眠的丈夫，更是陆氏集团的陆总，未来会站在行业标杆的。
老婆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默默的支持我。北辰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呢，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要你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过日子。一起好好过日子。一起过日子。